果你的股票出现这样的巨量阴线，次日就跌破巨量阴线的最低价，该怎么办呢？认真思考了一下，这不是典型的高位巨量阴出货模型吗？赶紧卖掉吧。结果股价果然迎来了一波大幅下跌，非常的棒。让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图，又出现了巨量阴，次日直接跌破，和刚才的图形一模一样，不用想了，果断卖掉。结果股价不跌反涨，又被骗了。那这是为什么呢？正在看视频的你，是不是也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如果还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办法，那这个视频建议你一定要认真看完，答案就在其中。今天给大家讲解，只要看3根量价蜡烛就能知道什么样的破位巨量阴是不用卖的。第一次听课的朋友建议点赞加关注，便于后期继续收听我的课程。今天的主题是主力洗盘与出货密码。巨量阴股价经过上涨之后出现了巨量的阴线，次日就跌破了巨量阴线的最低价。那出现这种模型后，何时看涨，何时看跌呢？点个赞，继续看。如果破位之前前方有一个大阳线，这个大阳线的涨幅呢最好是5%以上，则以大阳线一半为强弱线。不跌破强弱线，随后放量上涨，洗盘结束，那就是拉升的正式开始。如果没有大阳线，则以巨量阴线的最低价为强弱线。一旦向下跌破，就表明开始出货，股价会迎来快速下跌。学会了巨量阴洗盘与出货的密码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刚才的图形。那在出现巨量阴之前，前方是一个小阳线，所以没有大阳线参考。随后直接跌破巨量阴的最低价，表明主力阶段性出货，因此股价展开了一波快速下跌。那再来看第二个案例，在出现巨量阴之前呢，有一个大阳线，股价跌破了巨量阴的最低价，同时也跌破大阳线一半的强弱分水岭。随后再次出现放量阳线突破平台，表明主力洗盘结束，拉升才正式开始。所以跌破强弱线，短线的投资者还是要先学会观察走势，再做出决策。通过刚才的学习，我们已经明确了在巨量阴出现之后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根据前方是否有大阳线来确定强弱线，同时根据后期股价的强弱线之上还是之下的走势来确认是主力出货了还是洗盘。那么在实战当中，还有一些其他的要点我们是需要注意的。接下来我来讲2点。那第一呢，是很多股票即使在出现巨量阴之后，可能并不会马上第2天就跌破巨量阴的最低价，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根据之前的视频，大家只要之前听过我的视频，我讲过成交量和股价的量价关系，来确认主力的洗盘与出货。那其中讲到了关于高位放量的位置问题，那么里面重点讲到了上升的一个位置，在哪个位置附近更容易是洗盘，在哪个位置以上更容易是大概率是出货。那么要注意以下呢5点。第一是看放量还是缩量，第二看股价的位置，3看分时的走势，4看蜡烛和筹码，第5呢看机构参数。那我们通过以上5点来简单的分析一下我之前讲过的识破主力是洗盘还是出货，量价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语言。今天呢，我们结合今天的巨量阴的识破洗盘还是出货的密码。在这张图里呢，我们其实依然可以结合今天的方法来进行讲解。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按照图中的现象来看，图中的这个位置的量是蛮高的，还有这个位置。如果说按照今天所学的办法，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判断，例如出现了红色的量，那么这一根是一个假阴线，关键是量能很大，位置呢其实算是很高了，所以这里要非常注意了。我们讲到今天第2个问题，就是要结合所在的位置，由此位置上涨幅度已经超过了300%，那就是3倍。我们要重点注意这个高位的放量阴线。那随后我们可以看到，并没有立即出现第2天就跌破巨量阴的最低价，所以这里并没有出现危险。好，我们再来看这一根，这根依然是红色的蜡烛，但是不要忘了，这根也是假阴线。
也就是说，高开低走的红色蜡烛，但实际上这根实体比较长，量也算是阶段的巨量了。那我们再来看，它是高开冲高回落，是高开低走，价格是阶段新高，但是呢没有站稳，符合在我们之前的视频里讲到的出货一般在较高的位置，那么蜡烛容易冲高回落。我们再来看量，那第二天直接就跌破了巨量阴的最低价，所以还要注意，在现实的交易当中，很多股票即使是高位也出现了巨量阴，第二天就跌破最低价，所以这里要先回避风险。有些股票可能会震荡横盘一段时间，再出现下跌走势，直接跌破这根巨量阴的最低价。所以呢，温故而知新，大家平时在收看我的这个频道的内容呢，希望大家能够把之前学过的内容以及最新的内容能够持续的进行结合总结，达到提高的目的。判断主力是洗盘还是出货，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判断高位放量阴之后如何快速的去做出决策。巨量阴线呢，不一定是主力出货的信号，那要看前方是否有一根大阳线来确认是洗盘还是出货。那今天的内容你学会了吗？如果还有疑问的话，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那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 关注、转发加点赞，后期精彩持续看。